好，再回到环球大乱线的节目现场，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前段时间说啊，伊朗为了求和，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含了石油、包含了天然气跟荷姆兹海峡通行的超级礼包。但事后我们得知呢，他所谓的礼包就是放行了几艘油轮、货轮通过，表态呢，我们荷姆兹海峡并不是完全封锁的，所以世界的这个贸易呢，在战争期间还是有一条可行之路。但是川普还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因为要知道这些船不是你美国籍的船，而都是跟伊朗友好的人的船。我们来看看有谁，5个国家现在就被点名了，包含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你们是友谊的这个势力，所以呢，你们的船只要乖乖缴通行费的话，还是可以做生意，还是可以通过的，并且根据英国的劳氏船籍社他们的消息指出，中国籍的货轮呢，成为了伊朗允许航行荷姆兹海峡，而且是首艘借由支付通行费安全通过船只，等于是中国的船开了一个先例。只要跟伊朗关系不错，愿意拿出一点钱，这条路你是可以走的，好不好？这就是有一个象征性了。那我们来持续看到，现在伊朗利用这个海权来当做筹码，给各国一个选择：你是要在你们的国家的能源安全，还是来挺美以？这两边你要选边站然后等于是这个削弱美国安全承诺的同时，又给了不管是中立国也好，还是亲伊朗的这些势力也好，告诉大家你其实有一个新的选择来获得一些竞争优势。好，我们说这个是因为这场战争而短期出现的一个被迫下的情况，大家必须要这样做，还是说这场战争之后，整个全球的国际格局可以因为海运的规则而改变？张教授来。我认为这是伊朗在这一次伊朗战争当中发现到它的地缘战略的利益之所在，就是荷姆斯海峡。现在可以把这个荷姆斯海峡变成它的战略筹码，一个要友谊、友善，或者是有对伊朗是友善的，它可以开放通过；第二个，对于伊朗是有距离的，亲疏远近啊，那就按照它可以坐地收取过路费，对，就是这两个。他发现突然可以了嘞，因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要能源，没有一个国家不要能源，能源越来越重要，因为 AI， 因为半导体，因为大家那个大量的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等等，对能源的依赖会越来越高。那很简单，那我就突然因为这一次伊朗战争，大家知道原来荷姆斯海峡有那么好的这一个战略角色，他就把它变成地缘战略转换成战略筹码，这就是伊朗的转换。那伊朗转换这很简单，第一个要站队，你这个站队如果站队伊朗，不站队伊朗这一边，你是站队以色列或者是美国这一边，那对不起，那你不要过去。你要过去要有风险，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讲要战略护航，那就有风险。要不然你要拿非常高额的价格，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开了这个船舶识别系统，你就悄悄通过去吧。它可以这个样。那换句话说，它这个可以解决站队的问题。所以有人就会说，可能跟美国、以色列保持一点适度的距离，可能比较好。跟伊朗靠近一些，可能可以在船舶通过这一方面得到某些好处。是。那这个伊朗知道，伊朗也不声张。那另外一个呢，这个航权的利益战略利益就变成航权的利益了。那走到航权利益我判断战争中结束了一天，但是航权的利益伊朗会继续烧收，那这就不一样了，变成一个会生金蛋的母鸡。对的，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可以生金蛋的母鸡。就地起价。对，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它的，我们知道这个最窄的这个水域也只有32公里、23公里，非常的近，那都是伊朗所控制的。那这个选择性的放行，这是伊朗的战略权益。这种战略，我可以选择性，可以要你通过，也可以不要你通过，你就原地待命，要不然有这个风险。这个就是我讲，它这个选择性的这个权利就在伊朗上面。那美国呢？美国因为付防风险太大，美国是外来者，他远道而来。当然，他在中东地区有驻军，但是问题是荷姆斯海峡这一个区块还是在伊朗手上啊。是，除非你要去把它夺起来，或者是把它拿下来，然后永久占据啊。但是我认为风险太高，所以将来荷姆斯海峡变成伊朗认证海峡，他认证才可以。我要可以开放的，你才通过；没有开放的，你不能自由通过。你自由通过就有风险，一定是有条件的开放，不会无条件的开放，因为这个地缘战略利益已经变成伊朗的地缘战略筹码，
战略筹码之后转换成经济利益，那这个换句话，伊朗以后不是光是卖油，还卖航权呢。是，那我认为这是伊朗战争所发现的这个外溢的利益，这一次见效了。但是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呢？我认为美国长期要面临兵险或者是这个护航的风险，我认为美国是一时的护航，不会愿意长久的护航，因为这个会造成它军费过高、风险过大，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伤亡。所以我认为美国会采取的是保守的策略，不会长期跟伊朗硬干。好，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5国友谊势力现在被放行通过之外，其实还有更多国籍的船也都有零星通过，或者是被酝酿未来可能通过的一个权限当中哦。其实大家想的不太一样，还不乏亲美的势力有谁？泰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尤其是西班牙这次就被伊朗点名了，因为西班牙尊重国际法，所以呢愿意接受马德里提出关于海峡的任何请求啊。那其实就是在奖赏3月初的时候呢，西班牙是公开拒绝了让出他们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表达我们西班牙不要当这一场战争的帮凶。结果就换得了德黑兰觉得，你不错，好人卡给你一张。而这一次呢，伊朗首次对西班牙这个欧盟国家开出的算是一个友好的绿灯了。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全球几大势力或者集团纷纷表态，但是北约跟欧盟一直来说都蛮克制的，刻意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保持距离，就怕被卷进去。那么现在有了这个西班牙模式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开始跟伊朗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对，我这个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分成3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讲到欧盟，再讲到北约，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话呢，未来会不会针对某些国家做开放？那针对欧盟的情况下，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欧盟是一个集体的，就算是一个邦联的合起来的国家，但是各自的国家有它各自的立场。对啊，比如说这个立陶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自己要单干，那大陆就专门收拾他。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西班牙这次情况比较特别，西班牙的话呢，就是明摆的就是说明了军事基地不给美国用。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说是跟那个委内瑞拉的问题是有关系的了，毕竟他们都是原来的西班牙语的国家嘛。然后另外，西班牙觉得说他们自己的首相也好，前首相也好，桑切斯也讲，直接讲说美国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是个非法的战争嘛。那北约的情况的话呢，北约要行动的时候的唯一的理由是，当北约的国家有一国，北约33个国家有一国被欺负、被侵略的时候，其他国家就联合起来以被侵略的这种名义。但是美国现在有被侵略吗？所以我这突然回答你的问题，想起来，范斯现在讲说美国有被侵略，为什么呢？因为说是那个伊朗但是搞出一种带着核子弹的这种自杀炸背心，这一下炸起来了不得了，所以就讲说美国有这种面对威胁的危险，因为美国现在没有盟邦加入，它确实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盟邦加入的话，就说明它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是一个非法的战争。那伊朗在未来的时候，这张好人卡的发放的过程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告，所以不但有我们张将军讲的说，从此以后有一种外溢的这种权限，保留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种通过的权限以外的话，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拉拢对不对？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你只要敢反对，但是倒过来想的不得了你要是稍微你把你的军事基地借给美国，你就完蛋，你也不用过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所以说情势来讲，对于这个伊朗呢，目前为止的话呢，他想通了。他想通了的话，就是西班牙给好人卡一张，非常具有广告效应。了解。好，这个我们看到西班牙的好人卡呢，或许可以让现在紧张的海运僵局可以看到慢慢在舒缓的一个迹象。但是在整个风险尚未退去之前呢，替代方案大家认为还是必须的。如果海运都走不了这条路的话，还有什么办法？空运那么贵，那就是走陆运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大家才惊觉，在2025年5月全线贯通的这一条中伊铁路没有想到现在成为了伊朗的开挂神器好，这条路是从中国出发，沿途穿越了中亚多国，然后最后在德黑兰附近的阿普林路港抵达。长达5500公里的铁路是当年北京“一带一路”一个重要的旗舰项目。没想到隔年的通车呢，马上成为了战争地缘政治下一个非常好的避险工具因为降低了对海运的依赖，并且这个维持了如果油要走这条路，中国还是可以买到伊朗的石油没有问题，突破了地缘政治限制的一个生命线。而且万一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借由这条陆路来帮伊朗输送这个急救的血液。但是聪明如美乙，他们会不知道吗？他们肯定知道有这条路线在的话，就掐不死伊朗嘛。但是为什么
又有强制空权、海权的美以呢，对这条陆路不敢去插手，对这条地面的交通感觉是视若无睹。好，中医铁路我们除了知道背后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因素、它的背景，还有这个战略威慑力之外，究竟这条铁路还有什么保命符？大家明明知道它是有发挥作用的，但是不敢去碰。我们有一句话哈，要致富先造陆哈，所以陆是很重要的。那陆有什么陆呢？简单说，分为水运跟陆运两种方式。水运又分为海运跟河道运输，那陆上运输又分为铁路、公路啊，甚至现在加一个这种空中的运输。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哈，谁能够掌握到这个？就能够掌握到未来的财富，那叫网路哈。这不要忽略，网路现在确实是如此。没错没错。你要是有网，谁能够掌握到网路，谁就能够这个致富哈。那西方以前的话，他们依据这个想法概念哈，它发展出2套的战略理论，一个叫陆权论，是这个麦金德提出的，一个叫马汉提出的海权论。马汉的海权论，谁能够控制整个海洋地区？你把欧亚非3个板块看成一个大陆块来讲的话，谁能够控制沿海地区，谁就能够掌握到海运。掌握到海运的话，就能够掌握到世界的财富。但是麦金德讲的是说，谁能够掌握到这个欧亚这个陆块来讲的话，这个那就可以掌握到陆运，它也可以掌握到财富。那你认为中国是要海运还是要陆运？我跟你讲海运有海运的缺点，海运有它优点，它优点就是运输量大嘛。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邮轮的运输，还有它各种货轮运输，运输量都非常大。可是你就必须要沿海的港口。那现在好了，现在譬如说是重要的这个港口，这个譬如说是荷姆斯海峡给你一掐，这个曼德海峡给你一掐甚至如果未来的这个马六甲海峡万一也出事，你的海运就断掉了。海运有海运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陆运也是一样，陆运不管是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或者是管线运输，它的运量都比较小。可是运量没有那么大，可是它的相对的维护安全性就比较高。那中国要海运还是陆运？我跟你讲只有小孩才做选择，中国2个都要，所以又发展一个叫“一带一路”。什么叫做一带呢？一带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陆运啊。简单讲，丝绸就是以前的丝路嘛，就是现在讲的从这个新疆出发，喀什出发，经过这个中吉乌，还有然后之后到伊朗，然后过里海以后到达这个欧洲去这是陆上的运输，就以前的丝绸之路。那海运来讲的话，现在所以说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国讲的珍珠链从这个经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包括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港口一直到这个吉布地甚至于穿过直接穿过红海到达欧洲去，这是海上运输之路。中国是2个都要，所以它在这2个方面，它都做了相关的建设。那现在事实上显示出来，当海运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现在就有陆运可以当做备用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是你不得不佩服它它当初确实有眼大眼光，因为它处的地理位置，它一边面海可以发展海权，它一方面又跟俄罗斯背靠背，可以发展陆权，而且这个我们以前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目的就在这个地方。除了中伊铁路之外，我们看到中国继续在发展的中吉乌铁路，还有北边的中欧班列，甚至于这个包括俄罗斯的这种西伯利亚大铁路，这都是陆上的运输，这跟欧亚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觉得中国事实上是有远见的，所以那时候提出来所谓“一带一路”，就是海运跟陆运的陆权、海权，它都要掌握得到。是。好，下段节目呢，我们的视角就要从中东战场切往俄乌战场，来看看当前全球的注意力都被美以伊这场战争给抢走的同时呢，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有持续在作战，有哪一些不得不提到的最新动作？我们待会告诉你。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